技有温度，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。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的黑丝科技大咖司机，我是司机小新。说起车圈最近的热门 SUV 小米御7是肯定会被提上一嘴。 作为一款现象级的神车，上市18个小时便狂揽24.8万辆订单，也因为销量暴涨和定位相近，所以免不了会把 Model Y 拉出来一起比较。更有甚者会把小米御7作为 Model Y 的最强对手。哎，不是，那你是不把我们极氪7S、乐道860、智己 LS6等一众车型放在眼里喽？话也不是这么说，虽然在20万到30万元区间内，跟 Model Y 相似的国内竞品很多，但 Model Y 的销量一直是断崖式领先，所以光看销量的话，小米御7还是可以被期待一下的，没有说在座各位不好的意思哈。当然，质疑订单数的声音也不少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就连二手的小米御7都需要加价，且顶配车型锁单后要42到45周才能交付，中配车型则是48到51周，入门版是57到60周交付，这些都侧面说明了小米御7确实很火热。那你怎么不说是他们惨？ 不过，究竟小米御7能不能打破 Model Y 的销量统治，可能要等明年产能上来后才会明确。那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看看小米御7为啥会被这么多小伙伴喜欢。 来看外观，在点评之前，司机也还是那句话，设计和审美都是比较主观的，所以小伙伴们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就好了。外形上，小米御7继续走的是高颜值路线，俯冲的车身线条加上翘臀，车长5米，Pro 版和 Max 版高度只有1.6米左右，标准版高度有点出入，但相差不大。车身比例并不是传统的 SUV 样式，更像是一款运动风的跨界车型，跟同样拥有运动气息的法拉利 FUV 会比较像，所以也有不少车友会说，这不就法拉米吗？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，是吧？不过现在的汽车设计本就趋同，出现撞脸也无可厚非。但对于颜值党来说，如果能买到既符合自己审美又好开的 SUV， 何乐而不为呢？符合大众审美的设计，才能更好的俘获车主们的芳心嘛。来到细节部分，小米御7的车身设计也并没有完全照搬，而是做了不同的处理，比如后车车门位置更宽，无框车门和后视镜等等。要是门把手的解锁设计能加上个伸手自动感应就更好了，对我们这种做了长美甲的妹子来说会更方便。进入车内，能明显感受到御7为了延续运动风，而在空间上做了一些取舍。尽管轴距达到了3米，可由于小米御7的车头过长，侵占了一定的内部空间，在3米轴距的车中，它的后排腿部空间表现只能算是中规中矩。再加上车底的溜背设计，身高1.8米左右的朋友们乘坐起来可能会有点压抑。不过好在座椅的靠背支持角度可调，比较容易能找到舒适的坐姿。来到储物空间，114升容积的前备箱很大，内部也比较规整，还能电动或者语音控制开闭。光看造型还是挺拉风的，但后备箱空间就比较小，进深可以，只是纵向空间会比较局促，放大件的话压力会有点大。要是跟朋友露营的话，就得少带点东西了。我们东西都齐了吧？但是我们4个人在车上会不会有点挤啊？没事，你关下后备箱，我去开车。哎，我还没上车呢。另外，御7还在右后排座椅下方有一个私密的储物抽屉，不用想，我都知道黑哥会把私房钱放在哪。我又不傻，这么明显的漏洞怎么可能会被他抓到？俗话说得好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恭喜你找到了我专门为你准备的惊喜。来到屏幕配置，用来显示行车信息的全新天际屏很有新鲜感，但实际用起来会没那么直观。屏幕稍微有点窄，需要瞟几眼才能找到需要的信息，可能用的时间长了，适应了就会好一些。如果考虑使用门槛的话，司机还是更喜欢独立的液晶仪表加 HUD 的组合。至于其他配置，标配方向盘加热、前排座椅加热、通风、手机无线充电、后排多媒体屏幕等该有的都有。只不过全系后排座椅仅支持加热，有点说不过去。如果能多给个通风和按摩，肯定会更周到一些。看完御7的外观和内饰，你会选择给它打几分呢？
拉风的外观看完了，接下来就看上路是不是跟外观一样很拉风了。上路后，御7给我的感觉是很像苏7，底盘依然会拥有明显的紧绷感，具备很好的整体性和高级感，驾驶反馈相当干净利落，方向盘也没啥虚位，指向性精准。但要说完全一样，那也不至于，毕竟御7是一台 SUV， 对噪音的控制自然要更细致一点。时速每小时100公里左右，行驶在高速上，关窗状态下基本感受不到啥噪音，这一点给行驶品质加了不少分。另外，除了入门版车型，小米御7在 Max 级以上车型配备了空气悬架，在舒适模式下，悬架会具备一定的柔软度，对于大小颠簸的过滤也有明显的反馈，连续过抛跳路段也能柔和的应对。当然了，要想打开运动模式激烈行驶时，整个悬架的反馈也会瞬间变得硬朗很多。在动力方面，小米一贯是给的比较大方，即使是最入门的单电机版本，100公里加速时间也只需要5.88秒，对于民用车来说，这算是相当夸张的成绩了。动力强劲是一件好事，但也要学会控制，因为除了车本身的性能好坏吧，我们还要考虑好自己的驾驶技术以及能不能完全驾驭的问题。综合来说，司机觉得中配版会更均衡一些。虽然电机参数没有顶配强，但496匹的总马力也足够性能了，还有4驱和空气悬架，可以提高操控性和行驶质感。当然，预算充裕且足够喜欢的话，直接买顶配当然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，小米御7为啥会这么火？究其原因，自然是跟小米和雷总的高流量分不开关系的。而作为产品来说，小米御7主要是打造出了自己的主线和主题，既高颜值和强劲的动力，续航性能也很扎实，进而树立了不错的高级感。虽然配置和空间表现相对中规中矩，但也抵挡不了众多车主对它的喜爱。产品力解析完了，现在摆在消费者前面的问题就变成了究竟能不能忍受订车后要1年的时间才能交车的漫长等待。等得了的小伙伴估计这会儿已经下单了，而等不了的小伙伴，你又会选择哪款车呢？好了，本期的小米御7体验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，贝贝司机在线求点赞、求关注、求转发，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